家人们，你们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有意思的话题，一个我琢磨了很久，觉得可能是咱们这个应试教育体系里最大的一个能让你家娃偷着乐的秘密武器。说白了，就是敢不敢让你家孩子晚一年再踏进小学的大门。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好像是游戏里一个隐藏的 bug， 一个可以让你家孩子在长达12年的学习生涯里始终保持领先身位的机会。甭管你家娃是6、7、8月生的，还是踩着9月线出生的，我都觉得晚一年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但问题是，我一说这个，好多家长就直摇头，心里直打鼓，他们不敢。你看啊，他们会想，晚一年，孩子也不见得就变得更聪明了呀，是吧？万一错过了什么政策红利怎么办？现在考公务员、考编制，那可都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前北京落户还卡着本科生不能超过24岁呢。你这一晚，不是把路给走窄了吗？而且晚一年，他就真的准备好了吗？能应付得了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吗？你看人家发达国家5岁不就上学了，凭什么咱们的孩子就得晚呢？对，这些顾虑听起来都特别在理，但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好好掰扯掰扯。首先第一点，咱们得明白，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力，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出厂设置，是个定数。晚一年上学，当然改变不了这个硬件配置，但是你想想，多出来这一年，就意味着孩子能多吸收一整年的阳光雨露，能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从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中沉淀出一些叫做智慧的东西。哪怕只是多认识了几条街，多懂了几个生活常识，甚至只是身高体重上多了那么一点点优势，这些都会转化成老师和同学眼中的认可。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点认可。对于一个刚上1年级的小豆包来说，第一次踏入集体生活，第一次站上应试教育这个靠分数来给你下定义的舞台，开局是掌声雷动还是嘘声一片，几乎就决定了他未来是会爱上学校还是惧怕学校。这甚至会影响他如何定义自己，是那个昂首挺胸的自信小孩，还是那个畏畏缩缩的胆小鬼，是主动出击的勇士，还是被动挨打的懦夫。不信你回想一下咱们自己的童年，小孩子打架，什么时候是纯粹比谁的个子大，力气足？那个领头的孩子王，永远是那个脑子里办法最多，最会解决问题的，甚至有时候可能只是那个说话声音最坚定、最有底气的。关键就在于办法更多，更会解决问题。这东西它叫智慧，它不是智力。我给你们打个比方，智力好比是你看懂一件事的速度，是你的 CPU 处理器，是你去看待这件事的角度，是你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对咱们人来说，速度总有它的天花板，但角度却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换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问题，问题自己就烟消云散了，根本不需要你去硬碰硬的解决。古人为什么说善于打仗的人往往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医术高超的医生反而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就是因为真正的大将，他能洞察全局，总能找到那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支点，亮出肌肉，让对方感到一种实力上的碾压，仗自然就不用打了。而好医生呢，他们厉害之处在于治胃病，通过预判病情的走向，从你的生活习惯、心态、情绪上，就把那些可能要命的恶疾给消灭在萌芽状态了。所以多出来的这一年，对孩子来说，绝不是让他坐着干等自己变聪明，而是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触摸、去感受、去体验生活的多面性，去积累那些课本上学不到的常识，去增长那些能在人际关系里游刃有余的生活智慧。要知道，上学那可是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社会这个复杂的江湖，要是没点生活的智慧傍身，真的很容易被学校这个小社会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第二点，政策这东西就像天气预报，说变就变，真正靠得住的
永远只有我们自己。远的不说，就说生孩子这事儿，从前些年的罚款到现在的鼓励，前后也就差了那么2、3年。制度是干嘛用的？制度是为了平衡社会资源，稳定人心用的。就算制度里藏着一些所谓的红利，你仔细算算，怎么也轮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去享受啊。所以真正能让我们心里踏实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强大的内核，是那种皮糙肉厚，怎么摔打都打不垮的心性，是那种哪怕被扔到一座孤岛上，也能活得有滋有味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个世界最大的确定性，就是所有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要用晚1年上学这个看似反常的举动，去对抗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晚的这1年，我们不光是陪伴和等待，不光是帮孩子增长生活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让他拥有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哪怕只是最基础的那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拼音、练字、凑时法、音标这些，咱们先不说，你起码得让孩子认识几百个汉字吧？这事儿难吗？一点都不难。你每天晚上陪着孩子，指着绘本上的字给他讲故事。一个6岁的孩子，一天看上10本绘本，轻轻松松，他听着听着，看着看着，那些字就像小种子一样，自己就钻进他脑子里了。20以内的加减法有问题吗？更没问题了。带他去超市买个喜欢的玩具，算算钱够不够，晚上看看表，还有多久可以看动画片。这些生活里的小事，你根本不用像老师一样板着脸给他讲道理，你想让他不会，他自己混着混着都会了。至于凑时法和音标，我更是懒得吐槽，道理都是一样的。这里我必须插一句，咱们的孩子为什么在学习这件事上需要我们把知识嚼得那么碎，每一口都得是精细的米糊，稍微干一点他都能噎着？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太不相信孩子的学习能力了，但同时又太相信自己的教育能力，然后又盲目的被卷入了一场越来越疯狂的应试教育军备竞赛。所以只要你放下这3点执念，让学习重新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回归到生活里去，你就会惊喜的发现，你的孩子不仅有了时间观念，有了基本的纪律性，更重要的是，他的求知欲和专注力被完好无损的保护了下来。这个就是我说的最基本的学习能力。所以啊，别一上来就想着让他认识3000个汉字，会说流利的口语，能写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你得先去看看这些知识他是怎么学会的，是你逼着他，掰着他的手指头一点点灌进去的，还是他自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主动想知道的？这些知识是不是关系到他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为自己而学的种子，然后自然而然生根发芽长出来的？这才是学习能力的根本。至于适应能力，那就更简单了。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高大上的词，比如上课能接收并执行老师的指令，读课文写作业能保持专注，遇到问题能完整的表达自己，跟同学闹了别扭也能很快调整好情绪继续交往。这些听起来无比科学，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各种能力，说穿了不过是一个孩子和他父母和他家庭亲子关系的缩影而已。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只要他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听了以后还能照着去做，做的时候能专心致志，就算被打扰了或者遇到困难了，他也能很自然的跟你沟通，告诉你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有时候调皮捣蛋，挨了顿骂，甚至挨了顿揍，他自己待一会儿也能消化掉。看见你难过的时候，他还会主动给你一个笨拙的拥抱，用他稚嫩的方式来关心你。只要有这样的亲子关系，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些东西需要讲什么科学吗？扯淡呐！他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科学，他需要的是爱，是孩子被父母好好的对待过，并且父母自己对社会、对应试教育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然后在幼升小
这个关键的人生路口，为孩子做出一个最适合他的决定。最后一点，我们永远不可能准备到完美无缺，所有的机会也从来都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有人说发达国家5岁就上学了，那是因为人家地广人稀，人少就有适合人少的教育体系，他们的竞争，那种用分数来给你贴标签的比较方式，会放到更晚的阶段，甚至有些国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残酷的竞争。但我们呢？我们人多啊，人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稳定问题。一个看起来严苛，甚至有点缺乏人情味的应试选拔制度，背后其实蕴含着大智慧。因为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希望，尤其是一种看得懂、摸得着、有确定性的希望，一种就算自己没做到，也能找到理由宽恕自己的希望。而高考就是这个希望，它不仅能稳定社会，给大多数人一个向上流动的通道，它还能附带一个巨大的福利，那就是创造天才。天才出现的概率，哪怕只有1/1000，甚至10万分之一，在我们10几亿这个庞大的基数面前，天才的数量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所以我们不要当愤青，也别被那些偏激的言论一煽动就热血上头。咱们要做的是抬头看看天上的规则，然后低头走好自己的路。如果你家娃是天才，那他身边自然会有足够的绿叶来陪衬。如果你家娃不是天才，那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作弊方式，比如晚1年上学，为他在生理上、心理上、学习能力上创造出一个碾压同龄人的相对优势。这样他一进入1年级，就可以带着满满的自信，哪怕是迷之自信，走向高考，这绝对是好事。毕竟糟糕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而美好的童年却可以治愈一生。我们这些普通人、普通家庭，我们没有出生在罗马，我们也没有天生的绝对优势，但我们可以为自己争取相对优势，把孩子的能力培养好，对自己的家庭实力有个客观的评估，再选一个合适的小学。如果你胆子再大一点，敢于晚1年上学，那么这个决定至少可以让你和你的孩子更早一点、更轻松一点的到达罗马。如果你准备的再充分一些，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那么也许卡好这个 bug， 你家娃从1年级开始就已经身在罗马了。对了，最后送大家一句话，所有的勇敢都不是莽撞，而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之后做出的那个决断。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